每周活动啦。那今天晚上就是跨年夜了，12月31号这天呢，正在影片前看影片的大家都在哪里跨年呢？上一集有跟大家分享，在 Whistler 呢，今天晚上就是跨年夜会有烟火。那如果错过今天，就是今天不想去人挤人的话呢，从1月5号到3月9号的每周日晚上7点半呢，也会有烟火表演，所以就可以趁这几个周日去看看这个烟火。除了这样之外，上集还有跟大家分享说，1月1号，也就是明天呢，会有一个非常热血醒脑的活动，就是 Polar Bear Swim， 就是跳水的活动。除了在 English Bay 之外，在 White Rock 也有。我猜那个温度应该非常非常低，对，就是一个真的你跳下水就会马上有精神的那种。新的一年学会一些新的语言，是不是非常的酷呢？除了英文的 Happy New Year 之外，你还会哪一些语言的新年快乐呢？日文的新年快乐是新年明けまして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韩文是새해복많이 받으세요，西班牙文 Feliz Año Nuevo， Snow Bon Godo 是俄文。那要在哪一个平台可以一次学习到这么多语言呢？ Link 呢，它有提供20多国的语言可以学习哦，是由语言学家 Steve 所共同创办的一个平台，中文、日文、俄文都难不倒它。刚刚俄文超难念的啊，想知道它是如何学习这么多国语言的吗？首先呢，你可以掌握你想学习的内容，可以浏览在网站上所有你感兴趣的影片。更棒的是，你还可以上传很多有趣的内容，你可以从 YouTube、Netflix、Podcast 都可以上传你想要学习的内容。电脑版的话，记得要下载 Link Importer 这个插件，你就可以把影片整个内容汇入到 Link 语言学习平台里面做学习，还可以下载 Link 的 App 来使用哦。那还有一个我很喜欢的功能，就是如果你今天时间比较紧凑啊，可以让本来10分钟的内容缩短成3分钟，就可以更快的有效学习你本来想要学的内容。还有一个 AI 翻译的功能，就是可以根据句子的上下文选择正确的词义。无论你今天喜欢什么样的文字的大小、字形、行距啊，或者是背景，你都可以找到你喜欢的样式。还有一个最棒的就是 Link， 它是可以免费注册的。那如果你今天想要升级会员呢，你就可以解锁更多的功能，像是你可以储存无限的单字，上传无限的内容哦。就是1个月呢，只要10元左右的加币呢，就可以使用这些很多功能。语言挑战，我觉得这也蛮有趣的，可以激励你每天都要学习。而且使用我折扣码 B12SARCHU 呢，最高可以享有40% 的优惠，没有设定费，没有长期的合约和也没有取消费用，让你可以比较安心的在这个平台上学习。一注册就可以马上开始学习咯。那就推荐给大家 Link 语言学习平台，让你的新的一年呢，可以学习好一门语言或是更多有兴趣的语言。那今天会有6个活动要跟大家分享。第一个活动呢，是跟大家分享在 New Westminster 的一个 Discovery Center， 它这个环境跟生态系统的教育中心，它定期都会举办活动。我好像只有经过这个地方，没有进去过。现在一直到1月5号呢，有一个活动叫做冬季探索日，希望可以给大家就是在冬天虽然看似平静，然后有一点可能对有些人来说会有点无聊的冬天呢，但其实在水下呢有很多有趣的活动，像是你可以带小朋友去画画啊，还有一个冬季的愿望绘画，画完这个作品呢，还有机会会给他们展示在他们的前窗的灯光展示，可以让大家了解在寒冷的冬天这些水下奇妙的生命。还有针对人类如何应对寒冷的这个主题，那你就可以参加 Fraser River 的房屋建造的挑战，可以建造地穴屋和木板屋哦。你可以制作雪人和雪景瓶，就是很可爱的装饰。还有像是在冬天如果有暴风雪的情况下，那你要怎么准备你的冬季应急包，可以放在家里应对这个紧急状况的，所以都可以带小朋友们去了解一下。那第二个活动呢，也是很多家长会带小朋友去的，其实大人也很喜欢去的，在 Stanley Park 里面的这个水族馆，蛮多就是认识的朋友们呢，他们都会有买年票，就是如果家中有小朋友的话，那里面真的是蛮好玩的。那现在一直到1月5号呢，就是你除了可以去观赏这些海洋生物之外呢，也可以同时体验冬季节日的气氛，还有一些互动的体验，红鼻子麋鹿电视动画。那这个4D 的动画体验，就是它会有声音啊、气味啊、触感、灯光，让你有深入其境的感觉。那这个播放时间是15分钟。那其他也有比较浪漫一点的啊，像是你可以欣赏100万盏灯的装饰，还可以在雪球的造景前面拍照。水族馆里面呢，也会有一些美食，像是你可以喝到海鲜巧达汤，还有我觉得这超可爱的，它是小丑鱼造型的冰淇淋桶。所以呢，水族馆呢也是一个非常适合大人小孩一起去玩的地方。第3个活动呢是温哥华摩托车和动力运动展。那这个展览呢会在1月17号到19号的时间，会在 Abbotsford 的一个展览中心展出。那无论你今天
天是公路骑士啊、越野骑士，或是你是摩托车和四轮车的爱好者呢，都不能错过这个活动啦。那这个活动呢，你可以看到2025年最新款的这些车型，包括最新的电动车辆，它每年呢都会吸引10几万对摩托车啊，还有这些动力运动爱好者，所以门票呢也是都可以在官网上先购买好哦。那这个展览它其实是一个巡回的演出，活动时间就是在1月17到19号，有3天的时间哦。那接下来是第4个活动，热巧克力节。对，今年热巧克力节也默默的来到第14年了。那它每年呢都会有很多的咖啡厅、甜点店、巧克力店参加，今年会多达160种创意口味的热巧克力哦。这些160多种热巧克力就只有在这个活动期间才会有，从1月13到2月14号，就是情人节这天啦。大家可以通过这个地图看看参与的店家，那你也可以找找看你平常喜欢的咖啡厅或是甜点店有没有参与这个活动，主要是集中在温哥华的市区。那这些热巧克力呢，因为是创意口味，所以他们就会推出一些真的很特别的，像是有黑巧克力搭配辣椒，会有点辣辣的感觉。那我觉得好像也蛮适合冷冷的冬天喝。还有一款呢，它是很适合露营时候喝的，融入烤棉花糖、焦糖和饼干脆片。在温哥华的冬天，大家会喜欢在篝火旁边就是烤棉花糖嘛。还有呢，就是感觉蛮健康的是白巧克力加上姜黄，还会放一点薰衣草在上面。而且喝热巧克力呢，你还可以同时参加他们 IG 上的抽奖，奖项总共会有1700元加币哦。拍一张你在享用这些活动期间推出的这些热巧克力的照片，上传到 IG 上打卡呢，就有机会可以抽到这些礼券。他们会在2月14号，也就是情人节这天抽出奖品哦。接下来是第5个活动，那第5个活动，相信喜欢吃的大家都会很期待。那还有包括想要省钱的大家也会很期待的，就是 Dial Vancouver 是从1月22号到2月9号。那活动是在1个月后，所以他们现在还没有公布参加的餐厅有哪一些，他们会在1月15号才公布。就是在下集的每周活动呢，会再来跟大家分享有哪些餐厅。那今年会有350家的餐厅哦，就是非常的多。在这个活动期间呢，这些餐厅他们就会推出固定价格的套餐可以选择，可以用比较优惠的价格吃到套餐，就是你从前菜、主菜到甜点。除了这样之外，他们也会有一些烹饪相关的活动可以参加。如果你今天是想要体验当地 local 的美食，或者是来自世界各地的美食，就非常适合来参加。不管你是已经住在加拿大一阵子啊，或者是你刚来加拿大，应该都会非常期待这些美食，就是真的有非常多各国料理哦。接下来是第6个活动，也是我觉得冬天算是我最期待的一个活动，就是滑雪。那最近相信大家已经都开始滑雪了。那今年的雪呢，其实从12月初就陆陆续续开始下雪了。目前看起来雪况还 OK。那大家也可以参考，就是这边有列出离温哥华市中心比较近的这3个雪场的雪况，像是 Squash Mountain 他们最近7天已经下了39公分的雪，然后 Cypress Seymour 也都差不多，就是大概在7天大概是40公分上下。Whistler 当然也是不能错过的嘛，那它的雪况呢也会相对这3个离温哥华市区比较近的这个雪场还好一些些。这边也很推荐像是比较内陆 BC 内陆的一些雪场，像是 Sun Peaks 啊、Big White 还有 Revelstoke 这3个都蛮推荐的。今天的活动就到这里啦，那最后又来到闲聊时间，想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在上集的影片里面也有跟大家分享的温哥华科学展的特展。这次的特展是关注地球，重新思考未来。这个特展只到1月9号哦，记得要使用我的折扣码，也是到1月9号而已哦，D0049，就大家记得使用这个折扣码。一位成人呢，你就可以免费带一位3到12岁以内的小朋友们去参加，就是小朋友就是免费的哦，非常的划算，可以带小朋友们去放电一下，真的非常好放电。我觉得大人也可以放电他们的常态展像是创意科技画廊呢，也蛮有趣的哦。如果还没有去过这个常态馆的话呢，也可以去玩玩啦。那大家记得就是这个折扣码，买1送1到1月9号哦。那接下来还有一个是到今天截止的，最近都有跟大家分享的，我跟温泰泰式按摩他们合作的圣诞优惠套组呢，是到今天哦。这真的非常划算，有包含60分钟的身体按摩，可以选择泰式或是精油按摩，和45分钟的脸部护理。那这个我觉得之前有去体验过，那这一家店呢也是台湾人开的哦，就大家可以去体验看看啦。这个套组的订购链接我会放在说明栏，大家可以去参考啦。如果有任何问题也可以私讯跟我联络。
价钱是150元，就真的非常划算。它原价是220元。还是跟大家小小分享一下在台湾的生活。这趟回台湾真的是体验了还蛮多美食的，像是我最近呢就超喜欢吃猪血糕，不管是关东煮的猪血糕，还是真的炸的烤的。那我有一天呢，就是有点下雨，然后就是很想吃，然后我还骑车去家里附近买炸猪血糕。就是只有猪血糕。上周还有去就是台北见朋友的时候，有去吃了面线，就是这条街现在是不是非常有名？赤峰街。那我是去吃面线，是有很多海鲜的面线。那天还有去迪化街和大稻埕，以前生活在台北好像都没去过好吃好逛又好玩，而且这些景点呢，真的都蛮多外国人的，就是感觉是很受外国人欢迎的。上礼拜呢，还有去看了漫才，就是日本的喜剧表演的形式。那我们以前其实就还蛮喜欢看，自从出国之后呢，就很少看这些演出，所以这次特地就是赶快订了这个漫才的表演。如果你生活中需要大笑一下的话呢，就很适合去看这个啦。最后一样还是要祝大家新年快乐啦！就是这一年好快就过完了，就是每年都觉得时间过很快，真的就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这样觉得。对啊，就是一年一年这样又过去了。新的一年呢，大家也都可以过得很充实啦。最近呢，也终于要剪完，就是今年夏天车速露营我们去 Saskatchewan 的影片，希望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啦。就是真的是虽然拖了好一阵子，但是还是很想好好的剪完这支影片。然后接下来还会推出 Edmond 还有 Halifax， 对。就希望大家也可以支持一下啦，那也希望大家也可以多多订阅我频道，就可以让我们就是创作者可以更有动力的去拍这些影片、剪辑这些影片分享给大家。那就这样啦，谢谢大家，拜拜。结果结尾又不小心讲了一大堆。